家好，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是位于佛山顺德这边的一个黄莲古村啊。现在我就在一个梁福关纪念馆，也是黄莲古村游客服务中心啊。刚才我也看到有些人捐助的学校等等，这个纪念馆应该也是有人捐助的吧。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黄莲古村景区总平面图的一个导览啊。看上去蛮大的一个古村，但是我们刚刚进来的一些小路啊，看上去有普通的老村，没有受到完全修缮的那些村路。那这边呢，应该是特别受到了一些重建啊，恢复了以前的古村的模样。我们来看看这边的一个介绍啊。黄莲古村开村于唐代，盛于明清，应该是一个1000年以上的古村落了，有很多的文化遗存等等吧。好，我们就到这个古村里面去逛逛。我推着车啊，这个地方其实游客服务中心里面还是不错的。看来这边啊，曾经也搞过工业啊。你看，黄莲工业遗址公园，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水塔，现在呢做了一些装饰，看上去也挺不错的。还是经过了一些创意啊，做了一些改造，就把以前的一个古村落啊，曾经应该也有很多的工业方面的工厂呢，废弃了以后啊，重新来做一些规划。我就想到，在赤泥那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糖厂，也是类似改造。这边呢，还有一个顺德厨师文化展示馆。顺德呢，就是出厨师的地方啊，应该是粤菜的老家。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里也有一些河涌，这些河涌上面呢有一些桥，底下呢也有一些清水的平台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长廊，让大家来休息。但是这个地方呢并不适合骑行啊，所以我就抬着车先转转吧。抬着车上了一座小桥，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桥边的景色啊，不知名的河涌。这边呢残存着一些老房子，也是沿河而筑、整河而眠的地方，就有点像苏州江南的一些这种河边的房子。这边呢就有更多的一些黄莲社区的介绍。这个社区占地面积3.65平方千米，常住人口是1.7万人啊。你看有很多的介绍，那我们就顺着这条路来走一走。这种古时候留下来的小镇啊，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地方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韵，但是一旦被这个利用来恢复以前的文化传承的时候啊，就这边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这边呢就是顺德厨师文化展示馆，但我推的车肯定也是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的。我们来看一看，顺德作为广府粤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啊，饮食文化随经济、人文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逐步扬名。你看啊，这边呢就介绍了这个顺德出厨师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左侧是一个文化广场，还有一个戏台。右侧呢就是这条小冲啊，就有一些古桥，还有一些长廊。我们到古桥上去转转啊。现在呢，我就在一条古桥上啊，就是这条小河冲。这边呢有很多的人家，这些都是靠着河岸的起的一些房子，应该都有些年头了，但是呢，毕竟已经少了一些古时的风貌。好，我们顺着这个河冲到村里去转转吧。观音古庙。不管怎么说呢，能够在这样的古村里面啊，随意的走走、骑骑车、转转，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村民活动的球场啊。就这些房子呢，我相信都是有人住的啊，就是老百姓还在这边生活着，是一座活着的古村。你别说啊，这个村里还是移步换景的，在河边也有很多的这种亭子啊，休闲的场所。这里应该已经到了村的外围了啊，我还是转回村里去。
这里拐弯的村中的小道，你看啊，这个村里面啊，到处都会有这种，这个是什么？会员设计之神，土地公嘛，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拜一拜的地方。这边呢，又有一条河冲，这里有些台阶可以下去啊，应该是一个小码头。这个河里还是有不少鱼的啊。这个村民的房子就在这样的河中间。就这个房子吧，你看啊，有些已经有些年头了，有些好像也重新装修过一下，风格不一样啊。这边河边还有一些老榕树啊，看着真不错。虽然这个村里面啊，村民的房子是一间接着一间，但是呢，它被河冲环绕，在河冲边呢，也留出了一些村民可以在那边啊散散步、坐一坐、休闲的地方。这一家人家荒废了。就这样，我已经转到了村外来了啊。那就干脆到村外去走走吧。一出村呢，就可以看到对面已经有很多现代的高房子了。想必呢，原本农村的地方啊，也在以土地换来发展的空间。前面应该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了啊，我们还是在这边掉头吧。往
州的边上啊，佛山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些县市，都有好多的农村，有些呢真的可以称之为古村了，但是大部分呢都已经显得比较老旧了，有些呢已经被开发成为一些旅游的景区，但也有一些呢仅仅是为了保存一些以前的文化遗存。那我不管是哪种情况吧，有时候还是值得来寻访一下啊，看看以前的这些老百姓啊，曾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农村地带，从那些残留的文化，还是可以窥见这些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慢慢发展的一种历史的痕迹。我觉得有时候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走廊里面来看一看，就可以了解到当今这个社会它已经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发展。那么作为当代的人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感恩现在这个时代，毕竟这些前辈先人们呢，曾经艰苦卓绝的那些努力，就慢慢才形成现在的社会的状态。虽然说发展也不平衡，就他们以前在这里经营了好几百年的地方呢，依然并没有成为一个幸福的所在啊，而是有很多情况底下不得不面对那种沉沦，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这种景象啊，这个呢也是有点可悲啊，但也没有办法。刚才在这个黄连古镇里面稍稍转了一转，然后就回到了外面。那现在已经方向不明了。刚刚在村内看到那些经过了恢复性的维修的那种河川边的景致不同就到了外面呢，这是农村的景象，这完全是一幅这种老镇的景象其实在这种村中的商业小道，生意非常的清淡你看连个路人都是三三两两，所以想必这边的生意肯定也不容易做吧。
现在呢，我觉得我又骑回到了这个老镇附近啊，忠义乡治。所以他就解释啊，这个黄连呢，并不是一味中药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所以呢，说了一下这个地方的来源啊。好，我们先到这个镇的外围啊，再去转转啊。在这个古村的外围呢，就是一种老镇的风貌啊，是一条活着的商业街道。就我相信当地的居民呢，在这边生活啊、做生意、消费等等，政府呢也帮了他们一些忙，可能做了一些改造，吸引人家呢到这边来旅游观光。黄连新市场，这沿河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由市场。哦，右侧还有一个大酒楼啊，场面很大的一个餐馆。即便是偏远的一个小镇或者古村呢，这边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啊健全，包括商业设施，大家需要的基本的生活的资源呢，在这边都有，所以当地老百姓呢还是可以维持的一种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啊。现在呢，我又一次来到了这条河冲边啊。你看这个河冲对面啊，都是依河而建的老百姓的房子，有些还建得蛮高的，4、5层。看到对面有个乐流内科诊所啊，乐流呢也是顺德的一个镇，也可能这里已经到了乐流区地区了吧。对面呢有个叫顺英酒楼啊，非常的气派。又一次经过一座小桥，这边呢应该又回到了这个古村里面了吧。村头还是有一些餐馆啊，很热闹。我记得我刚开车就是这么来的，到里面再去转一圈吧。
村里的街道，对面有一个红榜啊，就是21届敬老节捐赠芳名榜，还是有不少人捐钱啊，捐给那些年长的长辈。这边呢，还是有一些这种以前坊间的格局的痕迹。这边有一个学校，一个纪念学校，老师长李子流题的字。对面呢有一个古建筑。二帅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呢？有点像一个道观啊。86年重修的一个古庙啊，元朝失修以后重新获得修建，姓梁的族人在这边捐的款。这边有介绍啊，二帅府呢是一个古庙，为北投梁氏始祖梁宗裕始建于元代，其实就是梁姓家人的一个宗祠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这些房子呢早就经过一代一代人的改进啊，但是呢这边还是有一些以前的格局。你看啊，这个门洞写着报公里，你到里面去稍稍的转一下吧。就以前那些古村落呢，最早的时候它也是有自己的建制的，就它也会把这些居住的环境呢分成一块又一块，就是坊或者里。但是呢，经过了几百年的这样的这种变化，就保留下来的老房子已经寥寥无几了。更多的呢，就是被那种半新不旧的、不断增建的房子啊，就破坏了以前的格局。这个木瓜树，芒果树吧，应该掉了不少芒果下来。你看这一条呢，就是老的一个里弄，就看到这个窄窄的小街道，两边的房子还是保留着一些老房子的。
右侧是一个养老院啊。这边呢是番侯河公祠，一位姓何人家的祠堂啊，我觉得挺大的一个祠堂。以前的老镇呢，无一例外啊，都是需要靠那种河冲水道，因为可以水运啊，这就是交通线。有了这样的话呢，才有人气，有商品的交换，这边的物资呢就可以运出去，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来，然后呢就会形成一个集商贸和居住于一体的老镇。但时代改变了啊，这种小河冲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做运输之用了，所以呢，这些老镇、老村就慢慢的失去了活力了。现在呢，都是慢慢的城市化，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住在这边的村民呢，要有耐心。如果等不及呢，你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到城里面去谋生。黄岩古镇欢迎你，这应该是一个站啊，所以这边呢有很多这个村的介绍啊。当然我肯定是没有逛完，但是呢也在这个村里已经逛了一圈了。左侧是他们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这是我刚刚走过这条街道，应该就是这些村民们生活的来源。
感觉这个古镇呢名声在外啊，但实际上呢它只是修复了一部分，大部分的地方呢还是现在眼前看到那种很老的房子、工厂区等等，就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或者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喜欢来的旅游的街区。所以但愿啊，它以后能够建得更好。那么今天呢，只是在这边闲逛一圈而已啊。这边呢就走马观花一下，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一个佛山的古村，但愿以后这个地方会变得更好。我的身后呢，就是这个黄连的旅游服务中心啊，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咖啡馆，我们也到里面去转转。感觉还是装修的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也卖一些土特产啊，包括饮料啊等等。走出来呢，还有一个平台，这边呢就面对着这个河冲了。在这个幽静的村里面转转，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其实以前呢，这边有很多的工厂啊，像制药厂啊等等，都在这边，所以这边保留着一些工业的这种像水塔等等的地方。好了，我们就到此一游，在这边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行程，下次有机会再来过。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下一期拜拜。刚刚呢我就路过这个顺运酒楼，看到很多人在这边用餐，那我们就这边吃午餐了。買個新車咯，又唔抵得喎，排得咁辛苦，我梗係買。跟所有傳統的川浙菜一樣啊，首先呢也有這些活的魚啊、海鮮啊之類的。好，我們在這個最大的餐館裡面去用餐。